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聊健康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最根本的起点到底应该是什么？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呢，很可能会颠覆你以往的认知。那么恢复健康的起点到底是什么呢？是那些更先进的药物，还是更昂贵的治疗方法？其实答案远比这些要简单，也要深刻得多。好，为了把这个事儿说透咱们今天就分几步走。首先，咱们要找到健康的真正起点到底在哪儿。然后呢，我们会走进大自然，去看看小小的飞蛾、海龟和黄豆能教会我们什么。接着，咱们再把这些发现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最后来揭示信心的真正力量。好了，那咱们就直接揭晓答案吧。恢复健康的真正起点，它不在药瓶里，也不在医院里，而是在我们的内心。没错，就是信心。这点圣经里早就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你看咱们回到2000多年前，当那个瞎眼的巴底买能看见了，耶稣对他说的是什么？你的信救了你。那个病了很多年的女人好了之后，耶稣也是温柔地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不管是百夫长的仆人，还是迦南妇人的女儿，他们能够痊愈，耶稣都把那个关键指向了同一个词：信心。不过咱们说的这个信心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真正的信心它是活的，是有行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都要以耶稣为榜样。如果光说信却没有行动，那这种信心就是死的。死的信心又怎么可能带来生命、带来医治呢？对吧？好，说完了人，咱们再来看看大自然。你有没有想过，一只小小的飞蛾能教给我们什么关于生命的深刻道理？别小看它，在它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我们必须学习的非常坚定的原则。你想想看，大半夜的，黑漆漆的，飞蛾怎么就不会迷路呢？原来它有个绝活，叫天文导航系统。它把天边那个遥远的月亮当作灯塔，只要保证月光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照过来，它就能笔直笔直地往前飞，绝对不会跑偏。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绝活，悲剧发生了。当他看到眼前有一团烛火的时候，他的脑档系统就蒙圈了。他把这个近在眼前的火光当成了远在天边的月亮，然后还是那么固执地保持着那个固定的角度去飞。可这一次它飞出来的就不是直线了，而是一圈一圈的螺旋线。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一头扎进火里，把自己给毁了。你看，这就是关键。就算是走向死亡，飞蛾也没有背叛他的原则。这种执着就是造物主写在他生命里的程序。这事是不是特别值得咱们深思？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这只飞蛾一样，去坚守造物主赐给我们的生命原则，哪怕这意味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要坚定地跟从。飞蛾的故事真是让人震撼。那咱们现在换个场景，潜到海里去，看看小海龟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在它那个小小的身体里，也藏着一种天生就有的、被写在基因里的智慧。你想一只刚孵化的小海龟，它会先从沙子里探出头，观察周围安不安全，有没有天敌。确认安全之后，它们就毫不犹豫地爬向大海，每一只都知道方向。一进到水里，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也知道要去吃水母。你说这些事儿谁教过它呢？根本没有。这一切就好像是一个最高明的设计师提前给他设定好的一套完美程序。所以说，这些奇妙的本事根本不是后天学来的，他们就是造物主亲手编码的程序，是一本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指南，直接刻在了海龟的生命密码之中。好，看完了动物，咱们再来看看植物。就拿一粒普普通通的黄豆来说吧，它又能向我们展示出怎样精确的生命程序呢？咱们把一粒黄豆种到地里，一个奇妙的程序就自动启动了。它一定是先生根，然后再发芽，接着长出主干，分出枝条，生出叶子，再到开花，最后结出新的豆荚。
你看看这个顺序，一步都不会错，一步也不能少，简直是完美又固定。这个生长的顺序啊，就跟一段被精心编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模一样。这绝对不是什么偶然，而是造物主写在种子基因里的一套智能代码。只要时机到了，它就会一步一步、分毫不差地执行。好，讲了飞蛾的执着、海龟的本能，还有黄豆的程序。其实这一切呀，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儿。现在是时候把目光转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因为这些写在万物中的法则，同样也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现在，大家准备好，听一个可能让你大吃一惊的数字。在我们的身体里，就那么一个小小的细胞，里面就运行着超过2万个独立的生命程序。你敢信吗？这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精密的宇宙啊！那在这么多程序里面，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父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亲手写进我们每一个细胞里的健康的法则。没错，就像小海龟和黄豆一样，我们身体健康的蓝图其实早就被设定好了。这么一说，答案是不是就特别清楚了？当我们顺服这些身体里内置的健康法则，遵守神的诫命时，我们的细胞就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可以当我们违背了它们，那结果就只有一个，就像小海龟不往大海里爬一样，疾病就找上门了。好，到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汇集到了一起，咱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你看，无论是飞蛾、海龟、黄豆，还是我们自己的细胞，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信心的力量。耶稣曾经打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惊人的事实，信心的力量啊，关键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不是真的。哪怕就只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小，只要它是真的，就拥有移山的能力。圣经里还有一句话，把生命的本质揭示得特别深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生命里，我们健康的那个源头，最终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遵从。所以咱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毫无保留的去相信。这种凡事相信的态度，它本身就是一条来自耶和华的健康法则。只要我们启动了它，那股像芥菜种一样蕴含着巨大潜能的力量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一切的关键最终就归结到2个词儿：聆听，然后顺服。去聆听那些写在我们生命里的法则，去顺服造物主的话语，这就是恢复我们身心健康的唯一，也是真正的起点。那么现在，你准备好迈出这第一步了吗？